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大家早安，我是伊多伊喽。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了一个身为云林人的我都没有听说过的水林乡。据说它的韩吉非常的有名，在便利商店里面买到的韩吉都是产自于水林乡哦。所以我把我自己的颜色全部伪装成了一颗韩吉，准备潜伏在水林乡，带大家一起探访水林乡到底藏了什么。好，我要1瓶甘蔗柠檬。金元宝，好可爱哦！金元宝，我第一次看到这种造型的面包，好可爱哦！对，你去感受一下它声音的。哦，好像对，有声音就因为形状不一样，里面的开孔的位置不一样，还有里面的结构不一样，都会影响声音。好，可以，好，我们2个妹妹去吧。水林乡素有开台第一庄的这个美称，是源自于明末严思齐家族，他们是首批渡海来台开垦的原因，因而得名。他本来是在日本经营纺织事业，因而致富，后来跑去当海贼王就是去经营海盗事业。在1621年的时候，跟郑成功他老爸就是郑芝龙先生，他们渡海从北港溪口登陆，直达水林跟北港这一带来开垦，也是成为首批汉人来台开垦的代表哦。那由于当时他们来台的时候，岛上台湾也有当地的原住民，然后那时候荷兰人也正要从澎湖进驻台湾。那严大哥呢，为了不要受两边的侵扰，所以就建立了实寨。那实寨就是有点作于盾垦防御或是行政组织。那其中它的主寨就是位在水林乡水北村这边，所以也因此叫严厝寮。好，那就让我们一起深入严大哥的主寨来探访。严大哥好。水林乡位于云林县之西南方，东临北港镇，西临口湖乡，南隔北港溪与嘉义县相望，北为四湖乡。在清治时期旧称水栖林或水灿林，其地名由来众说纷纭。一说是由水贼林的台语谐音追灿林演变而来，是由于过去此地曾为盗匪出没之地；另一说则认为此地原为一大片细湖，陆化之后形成沼泽湿地，当中水栖植物繁生，因此得名。1920年日治时期进行行政区域改制时，正式定名为水林，沿用至今。水林乡由于地势低平、水源充沛，长期以来发展出富饶的农业文化，以务农为主要产业，盛产花生、桑葚、蒜头，同时也是台湾地瓜的重要产地。全乡地瓜种植面积逾1000公顷，以台农57号最为闻名，也是目前台湾连锁超商和素食业者主要采购的品种哦。因此，水林乡也有番薯的故乡这个美称。为了活化在地文化与推广观光，云林县政府推动聚落文化观光空间再造计划。这项计划以社区空间为舞台，立游剧场为形式，将严厝寮打造为一座融合历史与创意的户外景点，并以航海、古在生活及交易等3大主题，呈现严思齐事迹与开台初期的生活风貌。航海邀请漫画家杜福安老师创作漫画版严思齐，以生动笔触描绘严思齐登台开垦的传奇故事，重现严思齐渡海来台与海上贸易意象，寓教于乐，别具意义。主寨生活模拟当年主寨的生活方式与防御场景，包含模拟荷兰人攻打情境以及当地特殊的建筑形态、扛错走溪流以及马蹄形聚落的攻防设计。扛错走溪流是移民初期多以竹子搭建的叠公阿厝为家，是为了因应河川泛滥，居民发展出的一种特殊因应方式。当洪水来临时，就集体扛起房子移至高地，此为扛错走溪流的由来，体现先民们躲避水患的生活智慧。马蹄形部落是盐厝寮的主寨，以马蹄形排列的防御型三合院为主，家家户户的正厅皆是背靠背，护龙朝外延伸，开口狭长，具备易
守难攻的特点，与台湾常见以防道为主之部落建筑形态大不相同。这种建筑特色可说是相当的独特。所以是说敌人走到这边就会被砸死，真的是。没有错，掉入陷阱中。哇，我肚子好痛哦！欢迎光临我家的厕所。虽然是在户外，难道这是严大哥曾经运用的马桶吗？没有错，像这种厕所啊，我在我阿公阿妈家是真的有使用过。以前是政府补助，可以在自家的外面旁边另外盖这种厕所。那它底下收集出来的水肥会拿到田里面去当做肥料来灌溉。这么方便，可是如果在家里内急的话，不就很紧急了？要提早安排预留好时间啊。交易为了重现早期以鹿皮农作物为主要商品的贸易景象，透过装置艺术与故事墙传达昔日垦殖的生活情境。茶壶信箱此处每户人家门口普遍都挂着红漆铝制水壶，上头写有门牌号码，兼做信箱使用，非常可爱且具特色。五母千岁的无限宝石。哦哟，想不到在水林乡除了韩吉，它也有 Wilson， 像不像 Wilson？原为社区活动中心，现已转型为兼具展示与体验的严思齐故事馆，是坐落于当年主在原址。馆内透过虚拟实境体验、史料动漫画与互动装置介绍开台王严思齐的历史事迹，让游客可以更了解水林乡及严思齐的开台历史。不过现在似乎已经撤馆了，相当可惜。我要成为开台王。严大哥以前的通缉令，你来看看。好。什么浓眉大眼心瞎站？走，那我们现在立刻去警局领10两白银。七角井据传是严思齐来台时，因应当地沙质地形所设计的，以大面红砖堆砌成7个面向的井，形式相当的特殊。这座在严思齐故事馆旁的小七角井是仿照古法重建的示意井，主要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七角井的历史与特色。至于真正的七角井本人究竟长什么样子，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在严思齐故事馆后方的这个云溪绿廊，又可以看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5分车铁道，曾经经过这边，已经变成5分车铁道机了。在水梨路上发现这个写着百货街的指标，网络上查不到太多相关的资讯。不过从路上聚集的五金行、百货、日用品店，甚至游戏场来看，这条路在早年想必是水林最热闹的商业街区之一，相信也是当地人采买生活用品与休闲消费的重要场所，因此才有百货街这样的昵称吧。若有水林在地朋友知道的更多，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好，2位。谁说在偏乡就吃不到米其林级美食呢？在水林乡就藏着一间让人惊艳的在地点心店——上海点心小笼汤包。这间店的吴老板过去曾在鼎泰丰学艺，跟着师傅在台北打拼多年。后来为了返乡照顾年迈的父亲，选择回到家乡水林创业开店，用熟练的技艺把国际级汤包带进水林乡。老板坚持使用上等食材，每日手工现做。这里的招牌小笼包可是让老一试成主顾，面皮薄 Q， 包覆着现包的鲜甜猪肉馅，一口咬下，汤汁四溢，非常好吃。据说每颗小笼包都有精准的18折，大家可以算一下。除了经典小笼汤包，葱肉汤包也同样人气满满。来到水林，千万别错过这间被誉为在地版鼎泰丰的庶民美食，与名店相比，不遑多让。今天中午来吃小笼包，哇，好厉害的感觉哦！对啊，而且我在网络上看说他好像是老板以前在鼎泰丰学艺过。哎呦，
出身鼎泰丰名门，那一定好吃的品啊！质应该有保障。1、2、3，一笼7颗，你在偷算它的几折哦？好像真的有18哎，哎呦然后算，厉害厉害厉害！哒哒，冲的水、汁水还有那个香气。对，哇塞，这2笼我自己个人口味，我真的比较偏爱葱肉，啊，我也是。因为它多了一个葱的香气，你咬下去，那个葱是直接就直冲你的鼻腔。就我觉得调料刚刚好，就好像不用再蘸酱，不用蘸酱我觉得还 OK。你们看我的酱汁，空的，我没有蘸酱。很多次了，好吃。这一间上海点心小笼汤包真的好吃。你看，我要1瓶甘蔗柠檬。哇，很久没有看到这种瓶子的。据说水林乡亲们吃完主餐后的标配，就是走到这间创立于1947年的水林黄豆甘蔗，来一杯甘蔗柠檬汁。是一家自产自销的甘蔗汁专卖店，最早是卖青草茶，1972年后才开始改卖甘蔗汁及柠檬汁。其最大特色是所使用的甘蔗为在地种植的水林黄豆甘蔗，甘甜清爽，纤维细致。炎热的拍摄日来一杯，真的是瞬间降温，超消暑，绝对是走跳水林必备良品。既然来到了韩籍的故乡，怎么能错过荣登云林100碗的宝岛地瓜烧？玉记号可以说是一间深受在地人喜爱，也让游客惊艳的宝藏面包店。店门口有着可爱的艺术彩绘和童趣的摆设，店内贩售手工酵母面包和多款特色糕点。这里还被顾客誉为水林五宝村，是来水林绝对不能错过的在地好吃面包店。此外，陈列面包的竹编面包架，据说是请在地师傅量身打造，整体古色古香，相当有特色。玉记号的镇店之宝就是这款荣登云林100碗的宝岛地瓜烧，严选在地台农57号地瓜，连皮带肉一同烘烤，内馅细致绵密，有原味、芋头、麻薯等多种口味供选择。不止温热美味，冰镇后的风味更是让人一吃成主顾。来到了水林，番薯的故乡，当然要吃一吃番薯做的甜点啊。没错，我们来到人气的烘焙坊，它是有卖它的招牌宝岛地瓜烧，看起来就一脸很好吃哎，包装也蛮漂亮的，包装真的很精美。对，然后是使用这边的57号地瓜，是直接整颗含鸡下去烤，然后里面再包内馅。老板娘跟我们大推麻薯，好，既然老板娘大推的，我们就吃起来。真的是你们看一整颗含鸡呢。真的哎，完完整整的57号韩吉哦。没错，这边特产水梨在地的57号番薯，它是整颗含鸡下去烤的，然后它是称重计算，所以每一盒的价钱不太一样。然后，但我看大概都是在120、130上下这样。差不多，等于说它整盒是用称重的。对，所以每盒价钱略微不同。哦，好吃啊，很绵密，超绵密的。哦，地瓜馅很绵密，而且加麻薯真的不错哎。麻薯会牵丝哦。好吃。位于中庄路23号附近的中庄七角井，距今已有近400年历史，深2丈，宽4尺，采用福建的压舱砖，应用拱桥原理堆叠建构，外观呈现七角形状，井壁条纹清晰，内部突出的砖块可增加支撑力，有防止水井坍塌和万一不慎跌落井中，上有可让人从井内爬出的攀附物，可谓精巧的建筑工学。1999年，水林乡举行文化建设会议，并实勘乡内七角井后，成立水林文史工作室，由洪茂仁先生担任召集人。2000年时，洪先生以村内的七角井为造型作为路名指标。2002年时，以七角井为主轴，开辟成小型公园，以中庄七角井之名正式对外开放。截至目前为止，台湾一共发现3座造型为七角形、工法相似的古井。那1座是在台南的赤坎楼文化园区，另外2座都是在水林乡。其一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水北村，另外一个是在车港村，我们待会带大家去看。呵，阿嬷谢谢哦。
位于兴隆路23号的车港七角井，是以树梢的红大砖堆砌而成，最底面是一轮马车的轮子打底。据说以前就算干旱时，这口井一样保持固定的水位。此井据传开凿于1590年，早于荷兰人来台之前。荷兰人抵台后，曾以此作为主要水源地之一，因此又称为红毛井。1991年，笨港妈祖文教基金会将此井与周围进行整理。2003年，云林县政府在云林县观光旅游地图中，将此井列入观光旅游景点之一。位于水林乡车港村红毛路的另外一座七角井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那为什么七角井它是要做七角形的呢？根据传说，因为易经里面数字7，它是代表 lucky seven。那在另外一说，是因为它的这个七角形的建筑工法，在里面的内壁都会有那些棱棱角角，万一人不小心失足掉入到水井里面，还可以自己靠自己的力量攀爬起来。大概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原来如此，那为什么请问要在这边说明呢？我跟你讲，里面蚊子有够多，我现在2只手我们手脚被叮得乱七八糟了，赶快就跟逃命一样，赶快逃出来。里面蚊子真的太多了，有过来的朋友一定要喷防蚊液，喷好喷满啊！黄金蝙蝠生态馆是水林乡这边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生态教育场所，同时它也是亚洲地区唯一一个以蝙蝠为主题在做展览的地方哦。里面不仅展示着各式各样蝙蝠的生态，对于这一代非常稀有的金黄鼠耳蝠，也很努力的在做保育这一块的动作。在黄金蝙蝠生态馆旁边有一个城镇国小，它也是以蝙蝠为主题特色的国小，自己有一套非常有意义的生态教育课程。我觉得有来黄金蝙蝠生态馆这边，记得也来城镇国小走一走，我觉得有点像是这边的一个小彩蛋啦。收到，老师。哎。台湾常见的蝙蝠多为灰黑色。1995年，创办人张恒嘉先生于树上首次发现金黄鼠耳蝠的身影，因其全身亮金色的毛皮而备受瞩目。从此开启对此物种的研究与保育之路。2007年起开始规划保育行动，于隔年联合在地社区、学校、乡公所与云林县政府合作推动，最终在2009年正式成立黄金蝙蝠生态馆。整座生态馆犹如一座迷你的蝙蝠村，免费入馆参观，内容丰富，有多个展区。入口处更设有2幅以蝙蝠为主题的纸雕浮雕作品，五福临门与百福偏真，出自知名生态纸雕艺术家王真文老师之手，象征着水林乡福气飞来，也传递了生态多样性的理念。馆区周围也设有各式趣味蝙蝠装置艺术和台湾人无法放弃的谐音梗，例如蝙蝠彩绘墙、蝙蝠站牌、蝙蝠吊单杠、祈福亭等等，让游客既可学习保育知识，也能拍照打卡。当天也很幸运的在热情工作人员的指引下，一睹金黄鼠耳蝠的真容。林叶之中那倒挂小小的头和耳朵，实在是太萌太可爱啦。就是它这边的镇馆之福金黄鼠耳蝠，在台湾常见的蝙蝠，甚至说我们自己常看到的蝙蝠都是灰黑色，在云林嘉义这一带就有这种很稀有的金黄鼠耳蝠。你可以看到它的体色呈现的是很特别漂亮的金黄色，那也有种象征福气的意味在。哇，那不就像黄金一样，有着黄金蝙蝠之称吗？没错，所以它也被称作是台湾最漂亮的蝙蝠。位于生态馆旁的城镇国小有座模拟蝙蝠洞的隧道展区，介绍不同的蝙蝠种类。教室的门牌也都是采用蝙蝠的外形来设计，并且校内多棵大树上悬挂着蝙蝠屋，作为蝙蝠的栖息场所，展现学校落实环境与生态教育的努力，可说是将生态与教育结合的优质典范。大家看，蝙蝠健康中心就是在告诉我们，必须要强健体魄。很用力吼，不能呼吸了吼。
在水灿林国小旁边的良心青草茶，老板良心超大，怎么说呢？恰啦，30块。好大罐哦！对啊，而且可不是便宜没好货，据说他们家的药草都是自产的，然后是选用12种青草熬煮而成，不添加化学原料，也没有蔗糖哦。非常好，老板用他的良心在照顾大家的健康。不愧是良心青草茶呀！好，拜拜。拜拜。车车好可爱哦，复古哦。老板，2个馄饨汤面。这间深受在地人喜爱的古早味馄饨面店岛仔面，店名听起来像是某种特殊口味的面，其实岛仔是老板的绰号，在地人习惯亲切地喊着“岛仔来一碗面吧”，久而久之，岛仔面就这么成了这家小店的名字。这间店主打馄饨料理，有干面、汤面以及卤味小菜供选择。招牌的馄饨汤以大骨，使用古法慢火熬煮，汤头浓郁甘甜，尽管不添加肉燥等佐料，也极具风味。搭配新鲜现包的馄饨，真的是美味极了。店内的卤味小菜也大受好评，淋上特制辣酱，更是嗜辣者的最爱。是一间用铜板价就能吃饱又吃巧的在地小吃店。肚子好饿哦。对，来吃一个感觉真的很当地的面店，就是它的汤的颜色好像跟一般的馄饨面的汤不太一样，白白的，有点像日本那种豚骨对，拉面的有点像颜色。拉面的颜色。1、2、3、4，一碗5个馄饨。哇，它的内馅很有味道哎。汤头比较清爽，然后馄饨是比较有味道，搭起来蛮刚好的。因为它的面是用面线，现在是比较少看到面店是用面线哈。哎，你不讲我还没发现它是用面线哈。还不错，喜欢面线。哇，大家看看，它的是这种细面的面线。想到小时候就是家里妈妈煮的这种，哎呦，就是面线的那种感觉，有妈妈的味道。好像有的就是很家常味的味道。哇，这个住在这附近，你看傍晚来一碗这种面多爽快啊！哇，好吃哎！最后一颗馄饨，吃完啦！好好吃哦。这间岛仔面确实不错。朴实无华的美味耶。对啊，它的馄饨真的是超级好吃，我们2个人各点了2份。对，我难得还加点了，再加点一碗馄饨汤，好好吃，太好喝了。没有错，在水林巷弄里面的美食，推荐大家可以过来这边尝一尝。哦，而且平价又好吃哦。在水林乡这边隐藏着一间全台少数手工制作吉他以及乌克丽丽的冠贤吉他社，很稀有哦。它现场就是摆满各种吉他、乌克丽丽还有制作的工具，我觉得非常有趣哎。对啊，看着每一把吉他或乌克丽丽慢慢的孕育出来，那种感觉好奇特哦。哦，很厉害哎！现在应该很少这种手工制作，应该都是机器了吧？少了，看看手工吉他社究竟是什么样子。真的是水林的隐藏版景点。创立于1987年的冠贤吉他社，前身为松竹吉他社，是台湾现存少数人保有纯手工吉他制作技术的工坊之一，秉持着对乐器工艺的高度要求，从木料挑选、设计、上弦到调音，每一把吉他或乌克丽丽都由师傅一手打造、反复雕琢。为了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与艺术性，冠贤也发展出多款客制化服务，例如选用餐巾纸作为拼贴素材以及照片转印于吉他上，结合音乐与创新美学，广受乐器爱好者们的喜爱。一走进工厂门口的乌克丽丽树十分吸睛，工坊内墙面也挂着吉他制作流程图与照片，让参观者可以一窥手工制琴的繁琐过程与细致成品。这里最吸引人的还是展示区里一把把五彩缤纷、造型各异的乌克丽丽，这些都是匠人精心设计、亲手制作、独一无二的作品哦。这也让冠贤
前在面对低迷的景气中，依然屹立于水林乡乡野之间。这边就是我组装的地方啦，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手工具。这个叫蝶谷巴特，它不是彩绘，它是运用那个餐巾纸，运用拼贴的方式把它贴连上去。餐巾纸有好处，因为它有上胶啦，所以你看我们有指甲有没有？这就不会坏，比较不会破啦。可是你如果像一般的那一种，另外的像画啦，或者我有一种数位输出的，像照片那一种，那真的用久还是会有很多。对，但是这个不会。哦，原来如此，我以为是画的，没有，我只会鬼画。Open 奖。对。帮 Seven 代工过了，那像这一种叫数位输出，说实在话，刮了，有可能。你看这边，这一支放就会有痕迹。对，这个大概放了快超过10年了。对，这展示嘛，然后呢，可能就会有一些你刮了，可能就会破掉这些东西。对，你去感受一下它声音的。好像有声音就因为形状不一样，里面的开孔的位置不一样，还有里面的结构不一样，都会影响声音。对，这个有点小走音啦，对，没关系，我听不出来。地上好多西瓜哦。饮料魔人又出动啦！没有错，在水林这边疑似新开的手摇饮店。对啊，想说经过来买看好了。对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喊蛮？喊蛮是什么？喊蛮就是指不拿手哦，功力接人，那也叫你喊蛮啊。黑他。对，看看这一间店究竟喊不喊吧。位于水林乡外围的番薯厝是一座超过350年的传统农村聚落。这里最特别的是呢，出医生、出律师、出法官、出校长，代代出状元。这边文风鼎盛。所以也有状元村的美称哦。那我要赶快来吸收一下这边地灵人杰之气呀！水林乡番薯厝因早期变质番薯而得名，聚落信仰中心为顺天宫，主事妈祖，地方称为番薯寮妈。每逢考季，总吸引众多考生与家长前来祈求金榜题名。然而早年顺天宫周边常年缺乏整理，公共设施有限，香客参拜后即匆匆离去，相当可惜。故自2017年起，社区启动农村再生与社区营造计划，积极活化闲置空间，改善聚落环境，并融入在地人文历史，展现更多元的农情风采，也获得社区营造金奖的肯定。番薯厝也完整保留了许多传统闽南式建筑，像是一条龙、三合院、红砖矮墙与蜿蜒小巷等，漫步在其中，宛如穿越时光，感受昔日农村生活的朴实节奏。这栋名为夯利屋的老屋，源自台语“努力”的谐音，由社区理事长亲自设计，在地工匠协力打造。屋内每一项元素都蕴含着循环再生的工艺智慧，让原本被遗弃的老屋重新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夯利屋的设计不仅在2025年荣获意大利罗马设计金奖的肯定，也成为当地人新的日常聚会、长者休息的温馨空间。这栋由原为废弃古厝的建筑改造成的番薯社区图书室，让书香飘进农村日常。每次看到这个都一定要压一下。小时候的回忆啊，哇，地下水，清凉。这一口拥有100年历史的4角湖井，据说过去水源丰沛，滋养了世世代代居民与土地。如今寒极古井花园围绕湖井重新设计，以友善空间为导向，设置缓坡与平整铺面，沿途打造绿意攀附的书香回廊，搭配铜制大小牛只雕塑，融合农村意象与阅读氛围。此外，园区外墙以清水砖结合传统花砖，构筑出层次丰富的艺术墙面，展现在地工艺的美感。这座兼具历史、人文与设计感的社区景点，也荣获2022年建筑原野奖的肯定。
这边怎么这么多矿泉水啊？这是什么意思啊？由租屋社改建的汉吉客栈，是一座结合绿建筑理念与人情味的共餐空间。这里平日供应长辈共识，假日则是社区活动的据点。这边有一副囡仔人唔听话，叫老母讲阿嬷好。位于水林乡番薯厝的顺天宫，拥有超过300年的历史，是台湾早期侍奉梅州朝天阁、战生妈祖的重要庙宇之一，也被视为地方信仰的中心与文化地标。庙宇附近的番薯寮妈故事彩绘墙，描绘着洪月翁开拓番薯厝的奇幻冒险旅程。相传明朝永历年间，少年洪月翁因贪食庆典团拜的昂姑贵遭到责罚，不气之下从福建搭船来到台湾，在台期间曾作为养牛童，后历经波折辗转来到水林乡，因见此地野生番薯丛生，于是在此地定居开垦生活。数年后思念家乡亲人，洪月翁遂迎请祖先与神明来台，在此搭建草寮侍奉妈祖、玄天上帝、中坛元帅等。草寮因时间久了布满番薯藤蔓，因而得名番薯寮。祖师妈祖也被昵称为番薯寮妈。顺天宫为山川五门格局建筑，正殿主祀妈祖，并供奉五府千岁与福德正神。最特别的是，庙中所侍奉之开基妈祖神像为少见的立姿双手朝天式，极为罕见。此神尊高约7寸，与庙中其他神像相比，尺寸偏小，推测是早期移民渡海来台时，为了方便将神像随身携带，因而尺寸偏小。后殿为观音殿，供奉观世音佛祖与地藏王菩萨，两侧设有太岁殿与将军会，格局宏伟，神明众多。庙中处处可见匠心巧艺，从剪年、交纸陶、石雕到各式彩绘与诗联，无不蕴含地方文人匠师的心血，让庙宇充满浓厚人文底蕴与历史氛围。如前面所提到的，因此地有状元府之美名，除了有一般的护身符外，庙中另设有特制的状元笔供考生祈福。每年元宵节更是顺天宫1年1度的重头戏，为期3天的迎番薯寮妈绕境文化祭，热闹非凡，都是水林乡最具代表性的宗教庆典活动之一。最后，老婆说，原来这一切都在昂姑贵大神的计划之中啊！一杯椰子乳，一杯。对，1杯。好。在夜市好像比较少看到这种卖椰子乳的吼。对啊，没有看过哎。对啊，蛮好喝的，好椰哦。很椰啊。哦，很椰奶，这真的是椰奶哎。不错哦。哇，还不错哎。赞赞赞赞赞。我们来到了礼拜天的水林夜市，现场看起来觉得蛮迷你的，大概眨个眼就把水林夜市给逛完了，大概3秒钟吧。那我们今天整天的水林行程，你对哪一个行程最有印象呢？我觉得是那个黄金蝙蝠馆的那个金黄鼠福尔，我第一次看到蝙蝠，然后又是看到金黄色，我对它最印象深刻。这样子哦，好哦。那我自己的话，我对七角井最有印象，因为真的是没有看过这种形态的井，第一次看到觉得蛮特别的。再加上蚊子对我们超级热情的，进去拍，那后来就跟逃命一样哦，被蚊子攻击。可以不用那么热情。对，所以印象深刻。那美食的话，有什么特别有印象的吗？包头地瓜烧吧，我觉得也是第一次。地瓜烧。第一次吃到这种形态的地瓜甜点，在家本来没有特别喜欢吃地瓜，然后但觉得吃到那个，觉得好吃哎。希望大家也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也请大家多多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出去，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露天马桶，想上就上。